同志们，后有虎狼追兵，前有峭壁悬崖。但是我们是红军战士，我们就算摔死，也绝对不能当俘虏。现在我想让大家大声地告诉我，有没有信心征服这道悬崖？有信心。林连长他们下来，我们就一定上去。这算什么？你这高的山，我都能上上下下。好，我要的就是大家这句话。唐副营长到，上。是。把绑腿和皮带拿过来，快！孙连长，我帮你托底。大昌，小哥，咱爬过这山，咱领个头，带个路啊！走，好，走，与天奋斗，其乐无穷。先坐下来休息一下。看先生，怎么样？我来过这里，我带小哥去侦查一下。好，走，注意安全。四大哥，小心。好。上面注意了！小心！停！他们果然走了这条绝路，就算拦不住他们，也能拖延住他们。弟兄们，我们加紧速度，他们就在前面。陆队长，回去给你喝酒。
热呢，哎，红军会飞檐走壁，那只是个传说，他们插翅难飞。哎，那弟兄，去给我等等，先不去，再收拾他们去。差不多了，走。不行，对红军丝毫的大意，都将意味着前功尽弃。弟兄们，一鼓作气，前进！跟着！来，木三，我给你。一会儿你要是晕高的话，你把眼睛闭上。什么时候晕高？你一撅屁股，我还不知道你拉什么屎呢。李副校导员，3大纪律8项注意我全背下来了。等你上去，我再考你。好。和尚，不行，我现在一看我就腿发软，真的不行，你们别管我了。你是个营长啊，你把你的血腥气拿出来啊！你是啊，刘三，来，我可把营长跟你绑在一块儿了，他的安危小心照顾。好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哥，你不再是那个少爷了，我和华成会在后面保护你的，相信我。小心点，走吧。走，哥。营长上来了，往上拽！拉！上面士兵摔了，营长晕了，等一下。陈天耀，陈天耀，哥，你醒醒！弄醒他！没事吧，陈天耀？快拉住！拉！1、2、拉！快，把绳子抛下去。好了，咱们走。
没事吧，营长？没事，让我休息一会儿。把手抬起来。嗯。手。一会儿爬的时候，别怕，眼睛别往下看。如果有什么事儿，别慌，我就在你旁边。好了吗？嗯。转一下。野火！快去帮忙！走，我去帮忙！往上甩！对。交出！快进了！快进了！别放手，我不会放手的，跟着我上！阿成，伸手！上！交出！活力点！伸手！黑豹，救我宣定红！快走！林连长，我们兵分两路，你负责从侧面攻击，捅敌人屁股，明白了吧？明白，走。孙连长，你带人端掉后面的碉堡，准备战斗。来，拿去。掉。
要成了大爷掩护！啊，准备好了吗？那1、2、3，上！走！出发！掩护！ 团长，营地被共军包围了。团长，四面八方都是共军，营地就要丢了。再坚持20分钟，我们马上回来。是，弟兄，别动，久伤不伤。把他们衣服都扒了，给他们长官留个信号，告诉他们，我们独立营过封锁线了。 我们用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，越过了和明人所布的旗岭封锁线。我要见你们的最高长官。团长，什么事儿？有一支100余人的红军游击队，从后面的悬崖上来。 在半个小时之前，在这个方向发生过战斗，遭遇的不是你们吗？别往那儿看，那就是遭遇的结果。怎么回事？我们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计了。等我们主力来了，这些非战斗人员都成了扒了毛的赤裸公鸡。他们早不知去向了，还真是讽刺。他们走了不到20分钟，你们为什么不去追剿？我奉命撤离。撤离？ 对，立刻！旗岭是连接东南的要地，你们怎么能够放弃呢？你应该马上让你的主力去消灭这支给你带来耻辱的红军游击队。哼，我倒忘了问你了，你是哪根葱啊？上校，这位是师座身边的红人，朱三木团长。团长，保安团长吧？我告诉你，老子今天心情糟透了，别在这给我发号施令。 要不然老子用！我也警告你，何长官给了我先斩后奏的特权，打死你！敢！上校，你仔细看看，这是谁的枪？啊，怎么回事？这不是师座的爱枪吗？都为了党国大业，听他的。我听他的，谁听师座的呀？ 国民党的战术是四面围剿，而我们呢，就采取以出对围的战术，把红八、红九团2支主力调出苏区，到敌后展开游击战争，这样
既能有效地保存实力，同时也能里外呼应，形成全面游击战争的态势。一出对围，看来我小看苏小民了。三木，怎么了？没事儿。谁呀？参谋长。来啦！曹夫人，参谋长，快请进。朱兄呢？朱兄在家吗？从进山到现在啊，他就没好好睡过一觉，在里头休息呢。参谋长有事儿？奉何长官之命，请朱兄去喝一杯。那我去叫他。参谋长，有事远迎啊。朱兄，怎么了？何长官找我什么？你看，我都亲自来请你了，看这架势，你是要升官发财了。三木，快去快回啊！今儿啊，长官特别交代，说做几个好菜招待贵宾。你这食材呀，必须要新鲜，鸡鸭鱼都得现杀。是现杀，是现杀。您看，都活的，只要不活，你把我给杀了。这长官府谁敢玩命是吧？跟我去后厨，把这鸡鸭鱼帮我剁了杀了。回来再协商。行，这举手之劳呢，举手之劳。走。哎。兄们，我们俩是不打不相识啊。真没劲，我还以为你会还手呢。三大纪律8项注意第8条，不虐待俘虏。你个短命的，还拿我当俘虏啊？开玩笑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把你当成亲兄弟。不信是吧？我这有一个好东西要给你，你看，你怎么能有这么贵重的东西？这个是我在打南洋坝的时候捡的。反正周焕文都被枪毙了，这没主的东西不谁捡归谁。也是。现在送给你，就算是给你赔个罪。这我不能要，不能要，亲兄弟了都，拿着吧。那好，牛三，从今天起，我就当你是个兄弟。刘三儿，到。你们两个混得挺熟啊。我们已经是红军队伍里的好兄弟了。刘三儿，你是老士兵了，在有些事儿上呢，你要多教教丁满。是，丁满需要的地方，请我说。你能帮个屁忙呀！你别狗眼看人低啊！三大纪律8项注意你会吗？不会吧？哼！我告诉你，我虽然不识字，也不会写字，但我全背下来，教你便是。哎，那行，正好，我要给新兵开个会，那牛三同志，你就给大家说说你学了3大纪律8项注意以后的体会，行不行？好。开饭了！开饭，晚了，喝汤了。快去吧，快去吧。吕副教导员，说句实话，
像牛三这样的，也能成为一名服从命令、听指挥的战士，我想，也就只有在我们红军的队伍里才能做到。你也可以的，快去吃饭吧。朱兄，副长官，哎呀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这么大个雨啊！来来来，快！哎呀，副长官，卑职这一次领命进山，最后功亏一篑，真是有失您的错爱。哎，此番失利，祸不在兄，都是老天不公平。俗话说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嘛。我知道，最近卢兄的心情一定不好，所以，我略备薄酒，让你我去晦气，也压压惊。副长官，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一定让我将功赎过。放心，委座不会轻易放弃剿共的决心和意志的。咱们不能以一时成败论英雄，来日方长嘛。对了，副长官，我搞清楚了。这次在祁岭被我咬住又逃走的那小股红军，正是4族战役漏网的闽西族里。啊，先不说这些，先进去再说。行，来，这都淋湿了啊。今天你是上宾，我来。朱兄，我之所以这么安排，就是想你我深入的聊一聊。跟红军这盘棋下到今天，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盘残局。对于棋局的博弈，我来者不拒。只不过，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疑惑，我始终解不开。所以，我想请朱兄赐教。何长官，卑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我之前根本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，一些丁字不识的文盲农民，搞点小打小闹还可以，居然搞起武装想夺取政权。这没有枪没有钱的共产党，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居然要跟拥有200多万军队，还掌控着全国资源的党国抗衡，把他们比作当车的螳螂都是抬举，不过是一群蝼蚁罢了。可是，我怎么也想不清楚，如此强大的党国，为什么让如此弱小的共产党一次一次的逃脱，还伟大不掉了呢？卑职之前有过一个比喻：一头大象踩死一只蚂蚁，对吧？朱兄，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是一群蚂蚁了，而且小成气候，就连国都瑞金丢了之后，居然还有咸鱼翻身的可能。就他们这么一点点的战力，在党国数十万军队的追杀下，还让他们一路红旗飘飘，还飘到了陕北。而且，就在我眼皮子底下，他们还布局成了全面游击战的战略态势。朱兄，你是那边过来的人，只有你才能为我解开疑惑。共产党队伍里傻子太多，这未免太简单了吧？高唱着英特纳雄奈尔一定会实现。共产党队伍里太多这样的傻子，坚定地相信他们一定会成功，这就是他们近乎迷信的信仰。他们把一切流血牺牲都看作是要实现理想所要付出的代价，而且他们心甘情愿地承受包括生命在内的付出，因为那个所谓的英特纳雄奈尔对他们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。部长，我是那边过来的人，根本没有这个觉悟。哦，对了，咱们先不聊共产党，
咱们聊一聊穿草鞋的红军游击队。我们把他们封锁在大山里，没有吃没有穿，他们是怎么熬过来，又是怎么扛得住的呢？红军他有一个法宝，什么法宝？1929年的12月，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，在上杭的古田，他们开过一个会议。陆兄认为，会议对军人会有什么影响？他谬不然。事实上，彻底改变红军的，就是这个只有100多个代表参加的会议。我敢说，共产党今后如果能够翻起什么大浪来，追根溯源，都要归咎于这次的会议，以及那份不仅写在纸上，而且还揉进了军中的决议。当然了，这是我的一家之言。不，你反而提醒了我。帮我找到这份决议，我一定要拜读一下，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金刚经。同志们，有好事儿，马上集合。小心！有了。什么情况？接受检阅。接受谁的检阅？来了你就知道了。卖关子。首长同志，请。宋领导，宋领导，姚明同志来怎么早说？立正，都别动，出去。报告首长，独立营新老指战员168人，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田勇同志，伤得重吗？报告首长，一点小伤。我看见我们的战士，我就不难想象，你们是怎么度过这3个月的艰难困苦。独立营，好样的！我听说，你们下双旗山的时候，只有80多人。3个月的游击战打下来，怎么人员反而增加了1倍？报告首长，四渡失利以后，独立营就剩86位指战员在双旗山汇合了。但是我们接到了上级的命令，独立营党委坚决执行命令，就用了灵活机动的战术，进行了反围剿的斗争。大小共战斗28场，行程上千里。在战斗过程当中，6名战士牺牲，2名死于伤亡，2名战斗失踪。但是我敢保证首长，没有任何一个战士当逃兵。我也敢保证首长，没有一个战士去投敌。反而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有71名的群众加入了我们，所以就越打越多。这3个月，你们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报告首长，独立营没有最大的困难，我们只有最难熬的期盼。我们这么长时间，我们没见着上级了，我们和上级失去了联系，我们天天都想见着首长，我们就像没有娘的孩子，我们找不着家了。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着首长，对不起，首长，我说不下去。
180多人到168人，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增减的问题。这说明独立营党委和全体指战员在执行党的路线，全体指战员在遵守3大纪律8项注意上做得很好。你们做好了，人民群众就会拥护你们，赞成你们。你们为人民群众做好事，人民群众就会把自己的亲人、自己的子弟送进队伍，我们的队伍才会越打越强盛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是。我还要给你们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：我们调动红8、红9团，突出外围和区内游击力量，内外结合，使敌人首尾不得相顾，不得不草草收场。国民党当局曾经扬言用3个月的时间剿灭我闽西红军游击队的计划破产了。别弄我去撒泡尿了，我当然。原则问题绝不迁就，必须按党的纪律做出严肃处理。是好钢是烂铁，全看你自己锻造。首长辛苦了，首长辛苦了。党不会忘记你们。乔明同志，我想代表独立营向上级提出一个申请。对了，刚才领导也提过了啊，牛三儿同志，这个黑锅，我可不想为你背了。王爷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哎，到你手上的东西怎么能交给我的？要交也是你交啊！啊，东西给了我就成我的了，啊，现在还让我交上去，你这样你落了个好人呐。我呢，什么也没得到，还落了一个违反3大纪律的污点背着。牛三儿，你安的什么心呐？嗯，行。首长，首长好。好。李真同志啊，我没想到你也是个急性的。首长，我还什么都没说呢。还用说吗？都写在脸上了。你放心，他是我的徒弟，我比谁都关心他，爱护他。但党章有个规定，必须得他本人提出申请。这小子的性格啊，我太清楚了。表面通情达理，骨子里啊犟着呢。他认准的事情，9头牛也别想把他拉回来。他会为自己的错误做出深刻检讨的，我相信他。行，那我找他先谈谈。他在哪儿？在那儿。吕真啊，我可要向你解解他的短呢。您不用说，我知道。他爱哭。你怎么知道？
你看，我问了一个多么傻的问题，你当然知道。行，你找他先聊聊。那天的丝毛瓶，你说你自己爱哭，我还不信。今天终于让我看见了，原来你这个硬汉心里也有个脆弱的地方。其实我在脑子里头无数次的想象过，见着上级是个什么样子，我都想象不到我刚才会是那个样子，让你见笑了。我们共产党员的心，又不是木头做的。如果你真是那么没心没肺，对什么事情都无动于衷的话，那才让人失望呢。华成，那次在悬崖，如果你手松一松，我就粉身碎骨了。打死我都不会松手的。我也不会。所以呢？所以我有责任再拉你一把。我听不懂。你忘了你身上还有一个处分了吗？你想说这个？我早就没把那件事当回事了。可是作为同志和战友，我不希望你背着那个处分。按党的章程，我希望所有领导都在的时候，我们去把那个处分解除。算了，不想给领导添这个麻烦。你错了。第一，这是侨民同志希望你去的；第二，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，这关乎到我们整个独立营的荣誉。我想知道的是，侨民同志让你来的，还是你自己要来的？如果我说的是我呢？那我去。原来你还挺好说话的。那我在你心里头就是不好说话的。那你以为呢？我不知道。纵使你李化成有千万种优点，但你也有一身的缺点。话里有话。哎，你好歹也是政治处主任，你还是副教导员，我有哪儿做的不好的，直说，痛痛快快的。领导来一次不容易，我们别在这儿萌芽了。按党的章程，必须由你本人向组织进行思想汇报，并由你本人提出对处分的解除。我走了。
所以我也辜负了党对我的栽培和信任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会在党的领导下，在古田那个会的精神指导下，时刻牢记我们红军的宗旨，把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，做一个从思想到行动都合格的党员和红军指战员，服务于这支部队。希望大家能给我一次机会。同志们，听了华成同志的思想汇报，我想谈3点。第一，华成同志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很深刻，检讨很诚恳。第二，华成同志的教训不仅仅是对他本人，对我们所有指战员都是个警示。第三，粉碎敌人3个月清剿计划只是一个阶段性胜利，接下来还需要我们大家同心合力，继续斗争。鉴于此，我营党委支持李化成同志的申请，请求上级解除半年前对化成同志的党内警告处分。宇春同志，别抢得那么简单表态。先听听强面同志的意见。立刻归队。对不起，我抢板了。抢什么板呢？第一，吕征同志是独立营党委的主要负责人，当然要首先表态。第二，我完全同意吕征同志对李化成同志思想汇报的评价。看来这几个月，我们的李化成不仅带领大家走出困境，他本人也走出了思想认识的低谷。特别是他提到，所谓独立营孤军奋战，那只是地理说法。事实上，我们从来没有脱离党的领导，改变全军一盘棋的格局，这就是我们能粉碎敌人围剿计划的根本保证。李化成同志的思想报告道出了我们能取得胜利的根本，不仅有实践价值，也有相当的理论价值。我提议同志们再为李化成同志鼓鼓掌。同志们，关于是否解除李化成同志党内警告处分，现在付之表决。同意解除的，请举手。独立营全体党员一致通过，撤销之前对李化成同志作出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何长文，卑职刚结束。我觉得是时候给魏司令打个电话。我刚才说的没有什么不妥吧？当然不是。主兄所献之策，战力简直胜过一个旅，不，一个师。这次
我一定为你请功。你说的对呀，思路要调整，战术要改变。何仁文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说，什么都可以满足你。自从我投诚党国以来，我老婆她害怕共产党的报复，整天不敢出门。你没多虑了吧？共产党不是躲进深山里了，哪来的报复啊？这些共产党无孔不入，暗箭难防啊！哦，那我给你派些警卫，24小时保护弟妹，直到把共产党清除干净为止，怎么样？谢长官。许真同志说得好，粉碎敌人的清剿计划只是阶段性的胜利。就目前苏区的总体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，并没有发生改变。只要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不变，我们面临的斗争就会更加的严酷。要想让苏区的红旗不倒，包括我们独立营在内的所有部队和指战员，就要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。哎，清明同志，我有一个想法想跟您汇报一下。说。怀疑我们党内可能出现了叛徒。哎，这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这3个月来，国民党军的战术有变化，就好像我们的游击规律完全被人摸清了一样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仗以后没法打呀。不是你猜的，真出事了，而且是我们军政委员会军事主官朱三木。不是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等于咱把屁股都露给人家了。朱三木的叛变，我们已经有几十位同志遭到了杀害。现在你们反映，作战中也有他的影子，这的确是一大祸害。军政委员会已经做出决定，必须要除掉这个祸害，把清除这个祸害的任务交给我们独立营吧。对，交给我们独立营。不光是你们独立营，军政委员会已经给所有的党组织、游击队下达了命令，一有机会，坚决处决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明白。朱三木的叛变，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。随着国民党部队的围剿，我们面临的环境更加的严峻。一支队伍就像10个指头，有长短。少数意志薄弱者，熬不过寒冬，也会变节投敌。所以，加强队伍的政治、思想工作，保持队伍的纯洁性，就显得尤为重要。我有一个观点，将会有历史做见证，那就是红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，绝不是管一军、管一师，而是管全军、管永远。魏司令，他们的那句名言怎么说的来着？坚固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，您还记得吗？我这里就有一个熟知堡垒内部的共产党叛徒，他为党国献了一策。他献了什么？不要在电话里说了，你把他带过来，当面告诉我。什么？总部要开军事会议，应对当前的突发事件。突发事件？只是委座很挠头。行了，电话里说不清楚，你来了就知道了。自民国20年，9·18事变以来，不到4年，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针，
我早就料到中共会做这篇文章。长此下去，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即将逐渐被日寇所吞噬。我国家、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，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。然而最痛心的，却发现了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。别念下去了，再念下去，委座的耳根子就要发热了。诸位，带回去自己看吧。中共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，在莫斯科发表了这份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，这不是找准了委座的痛处下手吗？魏思良，委座对此有何看法呀？委座最急切的有2件事，一个是中共红军第1方面军没被围剿，要是党国的压力一减，这条咸鱼立马就会翻身。2是南方的闽粤赣地区成为中共游击队主战场的战略态势已然形成。这2件事不解决，让委座怎么能吃得饱睡得香啊？请司令电告委座，绥靖2区10万将士以党国大业为己任，坚决清。明仁兄，还是吸取点教训吧，把话说得软一点，别说到做不到，自取其辱啊！我们要把事情做得狠一点，再狠一点，绝不能容忍中共继续做大。诸位，请。